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82.40， 收盘价是 177.81，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3.26， 最低价是在 177.4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7504.59 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走势。MACD 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然后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目前 MACD 的慢线在5月7日是上穿了零轴。通常对于 MACD 这个指标，双线如果在零轴上方，那将意味着目前股价的趋势将正式进入一个多头趋势。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多头趋势还需要被确认虽然这个双线都是在零轴的上方。那我们可以回到 K 线来看。目前的趋势呢，我们会看这是一波反弹，然后出现了回档，回档之后有一个低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底高，然后上方还差一个头高。那目前股价如果说回档能够站上前高，将会出现头高，下方有底高，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才会被叫做确认。但是在我们以前的视频当中，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个快线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说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在减弱。那么这和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多头趋势还需要确认。那么这个快线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那么它指的是哪一个多头趋势在减弱呢？那其实这个多头趋势我们是从对于单一 K 线而言，我们会看到之前的这几个交易日的 K 线都是头高底高。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多头趋势在减弱，我们指的是对于单一 K 线而言的多头趋势在减弱。但是对于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相对较长的一个，或者我们叫做短期的多头趋势，现在还需要确认。对，好我希望我把这个 MACD 的这个我们提的多头趋势能够解释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呢，是一根实体中红 K 线。那么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然后回档之后的一个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是一路向下，最后收盘价是收在当日 K 线的下方，同时收盘价不仅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也跌破了10日均线值。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那出现这样一个下跌的 K 线，然后成交量缩，我们说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对，那如果出现补量下跌呢，我们说它的目标一定是要测试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5月8日我们测算是在168附近。那如果在20日均线值能够遇到支撑，我们说
股价才有可能继续上行，也就是继续出现反弹。一旦20日均线值不能够支撑住股价的走势呢，那我们认为后续股价将会进入更深度的一个回档，对，去测试下方的这个缺口。好，那么我们说目前从 K 线信息来说，目前股价走势只要不跌破20日均线值，然后呢出现反弹后能够站上5月6日这根 K 线最高，也就是187.56，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转为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对，因为目前啊，我们看到这有头低，下方还差一个底，一旦这个空头趋势被确认，那么要瓦解这个空头趋势，那股价反弹后就是要站上187.56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说股价目前下行啊，除了我们说在到达20日均线值之前呢，172将是一个强支撑。172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叫一星二阳这样一个K 线组合，一星二阳 K 线组合啊，是一个上涨的动能。那么上涨的动能，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呢，第二根阳线的最低，虽然这有个虽然当日 K 线最低在184，但是我们会取这个缺口的下沿，实际上是在172这个位置，那么它将是一个强支撑。同时呢，第一根阳线的最低158也是一个强支撑，也就是这两个位置只要不被跌破啊，这个一星二阳的上涨动能的 K 线组合，这个动能是依然存在的。好，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是并行的，它取决于收盘。如果是高开盘，那么股价会出现上行，收盘价会在187或者是在192。那如果是低开盘呢，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77附近。实际在5月7日收盘价是在177.81，出现了回档。那这与我们实际发生的收盘价点位和我们预测的回档呢，不仅在收盘价点位相同呢，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唯一不同就是我们给出的走势啊，这个最低还会出现更低的低点。对，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出现这样的回档啊，然后呈现的是成交量缩，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对于5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目标，现在依然是176。对，同时这个我们说啊，这个目标也是172。对，那这两个位置啊是强支撑，所以在到达176之前，其实我们说这根实体中红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77.4啊，将很有可能是一个支撑，但是这个支撑是很微弱的，因为176是前低，它本身就是一个强支撑，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一个目标它也是强支撑，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目标。如果这个位置被跌破，将会确认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头低底低，对，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第二个目标就是139这个位置，我们取整数。那在到达139之前啊，其实还有很多强支撑，例如20日均线值168，还有这根绿 K 的最低158，当然这个缺口也是非常强的支撑。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下行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上行。
上行说目前啊，股价我们说从 K 线信息来说，日后会出现补量的下跌，但是在5月8日，如果出现了一个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不低于这根实体中红 K 线的最低，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而在下一根 K 线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这是很有可能的。对，那么对，这取决于是否有多头力量的介入，因为现在目前已经有空单，我们认为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对，一旦没有多头力量进入，一定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啊。那多头力量进入之后，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那上方的目标现在由于股价出现了回档，所以5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87.56。这个位置将成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加一条水平线。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其实我们说啊，就是要瓦解这个短期的这个空头趋势。对，那么其实呢也会建立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如果不出现新低，有底高，那股价一旦出现反弹，站上这个位置将会出现头高，那又会确认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对，所以股价现在上行的目标一定是187点，或者我们取整数188。那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一定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第二个目标，我们变换一下颜色，就是199这个位置。那站上它呢，我们说将会确认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06，是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那么上行我们说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呢，就是这根实体中红 K 线的最高是在183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强压力。当然5日均线值也是强压力。好，那么我们来看看5月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位置是在100这个小绿 K 线实体的下沿是在184附近。对，在5月7日盘中，在它的如果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呢，会收低。那么到了5月8日，盘中我们要给的位置是我们要关注178这个位置。好，其实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也就是这根实体中红 K 线实体部分的下沿。那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股价只有在盘中在178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否则股价一定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这是我们关注178的理由。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是在4月29日收盘价193附近，然后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71，之前我们一直是守172，所以呢，如果没有获利出场，这个多头的这个仓位还是持有的。那么到了5月7日收盘价是在177.81，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因为股价出现回档，跌破了，又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下方，这不是加仓或者进场的位置。那么这样一个25%的多头仓位，到了5月8日，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是172。好，我们再次补充说明，就是我们在视频当中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啊，
通常我们不会给获利出场的点位，我们只会给出止损的这个点位。所以我们说的所有的多单最后都是被止损出场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好，那么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这根中红 K 线的最高，在183，对，从183一直到188，这一定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因为目前它已经出现头低，那么空头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176和下方的172，这是目前空头的两个位置。当然，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跌破168，也就是20日均线值。跌破这个位置通常在多头趋势下回档，如果跌破20日均线值，那股价将会进入更深度的回档。所以目前空头最终的目标是168，之前是172和176这两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179到180附近。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0到181之间。虽然它们在数值上是连续的，但是呢，我们愿意把它分开来说，因为5日均线值是180到181，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对，10日均线值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压力啊。好，然后呢，第三个压力位就是前高183，第四个压力位是上方188。好，这是上方的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这个缺口172到176之间。然后呢，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68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今天我们给出这个预测呢，也是并行的两个预测，就是它取决于开盘。好，我们先说下行。如果是下行，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79，下方最低会到达174，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75附近。这是一个可能。如果说最低到达168，也就是回补了下方的这个缺口，最低到达168，那么收盘价我们认为会收在170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另外一个可能是上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8，上方最高会到达185，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82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8的。当然，还有一个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呢，其实我们是作为一种叫做
还有一种走势呢，我们不能够给出准确的，就是不能预测出准确的点位。还有一种反弹，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会有多头力量的进入，会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低开盘，然后出现一根实体中绿 K 线。对，也就是在盘中股价会被拉升，然后重新回到5日均线之上方，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这个叫做日内反弹的一个走势。但是呢，这个最低点呢，我们是根据目前的这个K 线信息均线值，我们是测算不出来的。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